好，回到最後的節目討論呢，在開始之前，我先說一句話，相信呢，這個不管是電視機的觀眾朋友，還是我們在場所有人都不希望同文同種的兩岸人民呢要走到兵戎相見的這一刻。但是我們的討論馬上要開始講台灣海峽的這個狀況，因為正當中東戰火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呢，華府現在對台海的情勢反而是貼上了一個降溫的標籤。那過去幾年呢，我們都從過很多媒體啊新聞報道。每天都在講這個危機感、亡國論這種感覺，但是現在美國的軍政高層不斷炒作的關鍵時間點，2027年的戴維森窗口被塑造成中國大陸最有可能對台動武的最後時刻。結果現在美國的情報單位呢，突然就改口了，他們怎麼說？說沒有證據顯示中國要在計劃2027年攻台，或者是沒有一個明確的時機表。哇，這就很有趣了，因為之前講了這麼多的戰術恐嚇、戰略恐嚇，因為有這個國防自主了，你們大家要多買武器啊。結果現在講沒有了耶，可能沒有那麼緊迫了耶。好，那所以這個強化亞太軍事的這個敘事啊，被美國的情報單位自己給推翻了，推翻自己的說法。之前講了這麼多的漂亮話，講了這麼多年要買武器，難道都是為了賣武器的一個話術嗎？現在美軍深陷在中東，你吹不出來了，一旦分身乏術了，就說啊，你台海那邊暫時安全了，那這個武器晚點交也沒關係，還可以這樣啊，委員，你覺得？要不要攻打台灣，對北京來講是一個很複雜的決策。也不完全說因為同文同種就不打，因為國共內戰的同文同種啊，再加上台灣有相當高的比例的不認為是同文同種啊，所以這個不能夠成立。第二個，大家一直說認為2027啊，因為美軍有戰力窗口，對啊，然後中國大陸是戰力飽滿，所以這個時候中國它會借這個武力的機會來攻打台灣。是啊，單純從武力的這種優勢來講，中國大陸是有能力攻打台灣，但不表示他就會攻打台灣，因為他還考慮啊內部政治、外部政治、經濟等等的因素在這裡面，所以攻打台灣對北京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議題啊，就是為什麼過去很多人都說，哎，哪一年會攻打台灣？我始終說一口咬定不會，就這個道理，因為我看不到他有什麼重大政策跟規劃的轉變啊。包括這個最近這個開那個會，所以比較清楚，就是他沒有明確時間表，這個是可以達成這個結論啊。那現在就是說啊，因為沒有明確時間表，美國沒有防禦彈藥，美國沒有防禦彈藥是真的啊，不夠，但是它攻擊彈藥還是很豐沛啊。那美軍有多線戰略壓力，因為在台灣海峽打仗對美軍有一個戰線上的不利嘛，太長了，而且它能夠動員的軍力有限嘛。那你不斷的去放說中國2027會打台灣哦，我同意一點，中國的因為軍隊整數，它戰力會下降，但是下降沒有到的無法攻打的地步，這兩碼子事哈。所以中國如果要打台灣，當然有他自己軍事上的壓力了，但是美國在這方面也有很多自己要考量的政治跟經濟還的代價風險在裡面嘛啊。所以這個問題現在不確定狀，但是中國的內部政治壓力會越來越大。第一個壓力就是說，習近平的繼承人是誰，會變成內部討論的話題。那這個東西會牽連到台灣問題，誰能解決台灣問題，誰比較有希望來接班。那第二個問題啊，就是說，習近平會考慮到自己的歷史地位，他已經當這麼久的國家主席了，可是他有沒有什麼豐功偉業可以再記錄史冊？除了台灣以外，他沒有。那如果在他任期內台灣沒有拿回來，他以後可能在這一點上會被做很多的討論。那第三個的壓力啊，當然有人說有，有人說沒有，就是說中國大陸對台灣領土主權的法律要求依據是什麼？就是波茨坦公告。那波茨坦公告在1945年提出來的時候，到今天已經剩下20年不到。那如果超過100年以上，就會有人提出個主張，就是說你100年不行使無效，就像香港的租賃期間是一樣的東西。所以中國剩下的空間不到20年，那以後變成台獨分子或者美國可以提出來，你這100年沒有行使啊，這台灣有獨立的條件啊，那你中國就是變成這個這責任是誰要負擔？當然會變成習近平要負擔。所以習近平或北京如果想到這一點，他會有很大的壓力。那如果和平統一不可行，他會不會急着要來用武力統一啊？這個可能性是有，但是還有將近20年的時間，大家不要急。如果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時間的話，還有23年的時間。所以23年是一個才真正的戴維斯窗口。好，戴維斯窗口，剛剛委員幫我們一闢精闢的分析，我認為
時間很長，再讓子彈飛一回。但是現在美方呢有2套劇本的盛傳說法，一是智庫認為，因為這一陣子大家都知道中國軍方遭到了非常大的整肅，所以軍心動盪，勢必影響到戰力下降。第2套說法是美軍自身已經撐不住了，認為現在中東戰場的優先度已經遠超亞太了，所以趕緊拋出2027年不會攻台的這個風向球，這樣子軍售的交貨延宕就有一個絕佳的借口，名正言順的台階可以下了。想問一下李將軍，根據我們過往的這個軍售經驗，可以被對方這樣因為種種你自己的理由而延宕我們的軍售嗎？我們先解釋戴維森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哈，他講這句話在什麼樣狀況之下講的這句話哈。他那時候是印太司令，在2021年的時候，他講說6年之後這個解放軍會武力攻台。那你那時候是印太司令，你說6年之後會解放軍會武力攻台，很明顯的，我認為戴維森當初講這個話，只是為了爭取國防預算啊，只是為了在國會裡面將他的印太司令部爭取更多的預算。那現在這一任司令叫做帕帕羅哈，他講了什麼話呢？他說要將台海打造成一個無人機的地獄景象。我認為他講這句話哈，也純粹就是幫軍火商在清庫存，賣無人機哈，在烏克蘭戰場上面這個庫存用不掉的、不好用的無人機哈，叫我們台灣來買。所以大家不要把美國的這些軍人講的話啊，很認真去研究。我認為兩岸之間到底要和要武哈，是政治的問題，而不是軍事的問題。如果說很單純軍事問題，倒好解決。但是我認為是兩岸之間的問題，是政治的問題。那尤其是現在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當然，第一個就是時間快到了，它不可能兌現嘛。2027年就是明年，今年已經2026。那我覺得第二個原因是美國自己這時候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他以前吹牛哈，他說他可以同時應付2場戰爭，但是這次的攻打伊拉克就看得出來，他應付1場戰爭都應付不過來，甚至於將亞洲地區，包括這個韓國的這種愛國者3啊薩德系統的導彈，甚至於駐防在日本的第31快反部隊都要調到中東去，在這種狀況下。這個他怎麼有能力去嚇阻來協防我們台灣呢？所以我覺得他講這個話跟現在這次的中東戰爭的的情勢哈，這個時間點也有密切的關係。了解，好，可以看到2場大的消耗戰確實是美軍現在吃不消的一個局面，光是打1場中東就已經非常消耗，要人要錢要武器了。所以這時候呢，用文攻是最便宜最省成本的方式。所以此刻拋出中國大陸無意在2027年攻台。楊老師覺得美軍背後的這個策略考量是什麼？戴維森那個時候講2027年，他其實是說，以中國大陸解放軍的發展速度，在2027年具有能力攻台。但後來這個就變成一個2027年戴維森窗口，也就是2027年會攻台。這2個概念其實真的差別很遠哈。有點被偷換概念了嗎？對，那這個時候當然。美國的情報單位就在回答後面的問題了，因為後面的問題比較關鍵嘛，那就是說那個時間點會出現兩岸戰爭，那美國的這些決策者就要問美國情報單位，你認為會不會？他現在告訴你一些他們評估的這個觀點是認為2027年應該不會。那我從4個層面哈，很快的，我覺得2027年大概也不會。第一點，2027年是習近平要可能擔任第4任的這種個政黨的轉換的時間點。第二個，2027年也是中國大陸它內部的經濟，不管是房地產還是消費，可能要開始由低谷往上走的一個時間點。好，第三個，2027年也基本上是川普的最後的1-2年。好，那川普一直會要做到2029年初。那也就進入到2028年才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通常美國的總統大選年不會對外採取任何的軍事的這個行動。第3點，最後一點，第4點，我覺得2027年也碰到一個關鍵，就是在2028年的時候呢，台灣要進行總統大選。對，啊，所以這4個因素，2個中國大陸內部因素，一個是權力移轉，一個是經濟，另外一個是美國的選舉，第4個是台灣的選舉，所以我覺得應該從這個幾個角度來看，2027年發生兩岸戰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如我們當初想象這麼高。好，這個戴維森窗口還有美軍的情報呢，我們先擺一邊，我們來看一下中國解放軍本身內部的問題。這陣子，中國軍方內部進行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貪腐風暴，大家每天都有陸續
這種消息又出來，哪一個高官又落馬了？因為有多名的軍工體系的高官陸續被整肅，這都是事實。好，那就連這位歼20之父的楊偉呢，他是這個總戰機的總設計師哦，他都被波及了，現在遭到中科院撤資了這個簡歷哦。所以中共我們陸續看到，不管在核能、在航天、在航空、在船艦、兵器、電子全領域，高層幾乎時不時就有一些醜聞傳出。而且2026年的時候，當委內瑞拉到現在的伊朗戰場，中國一些軍武呢就被放在了顯微鏡下解釋。因為有些人就說，為什麼美國可以深入到委內瑞拉抓人，還有一些這個幫助伊朗防衛第一波攻擊的這些 Made in China 的飛彈，怎麼都不管用了？好，被放在實戰上檢視了。所以賴教授認為，這波整肅跟武器性能還有這個軍售的聲譽有關，還是說中共老傳統的人事鬥爭又上演？我覺得那個都是過度解讀，而且都太不了解中國大陸了。我在台灣也好，在海外也好，我看到絕大部分人都不了解中國共產黨，因為從2013年習近平上來以來，就開始要建立一個乾淨的一個政治，那也就是肅貪反腐。這個已經，而且他的堅定的意志就是要把它制度化、常態化。那他的一句話就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裡面嘛，這個話就很簡單了，也就是說。查到哪裡，證據到哪裡，辦到哪裡，官多大都照辦，沒有官大官小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從13年一直走到今天26年了，還在講權力鬥爭，這簡直是睜眼說瞎話，不了解中國大陸。第二個呢，就是不要忘了殲20它的總設計師，他前身設計的是殲17，殲17在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戰爭裡面打得多漂亮。